我已经2个多月没试镜了。由于我刚剪了头发嘛，还新拍了这个 headshot， 花了700多刀，所以这2天有点内耗。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人生到了一个阶段，就是我不再去想演戏，不再去想当演员这件事情，我可能会更快乐一些。我是2018年从金融公司辞职，开始做演员。那个时候呢，也是运气比较好，戏还比较多，不到2个月就能说上台词了，而且还是和大明星的对手戏。后来市场1年比1年不好，但是由于我起点比较低，进步空间巨大，所以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一直在上升的。到2023年呢，也演上了像小巷人家的周老师啊，赵云散里的管千娘啊，还有三叉戟这些。从2018年到2024年，我算是看着影视行业从深秋走向了深冬。现在呢，我都已经不愿意管它叫影视寒冬了啊，有春天来才叫影视寒冬。但是大家觉得春天还会来吗？所以我总说自己运气还不错，就是赶上了最后一波。2023年开始，其实就已经到了对于我们这种没有什么名气的演员来说，如果你不去拍竖屏短剧，那就是没有什么戏可拍了。那我也见过一些竖屏短剧的组，也被一些导演和制片人说，长相不合适，拍不了。那个时候我已经34岁了，也确实是不太适合一天16个小时亲亲抱抱扇巴掌啊，形象上和体力上，都不太合格。但是2022年呢，我自媒体莫名其妙做起来了，也是赶上了一个自媒体还能赚上点钱的尾巴，所以我就说我这个人其实运气还可以。后来我就来加拿大了。如果说国内是影视寒冬的话，加拿大这边就是在北极，春天也是北极的春天啊，何况现在连春天都不是啊，春天还来不来咱也不知道。我去年1整年呢，一共试了20次镜，拍上了1次戏。加拿大当地的演员朋友纷纷恭喜我说：“哇，你进度太快了！”看着他们真诚的表情，也不知道该有什么心情。我之前看一个在洛杉矶的博主说自己去拍 headshot 是自己最后一次在演员这件事花钱。我当时还在想，至于吗？现在我理解了因为我这次去拍 headshot 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。上周我跟朋友抱怨，我说我这英语怎么练我都达不到母语水平，它永远是我的一个短板。就抱怨来抱怨去，我自己都烦了。又没人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让我留在加拿大，也没人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让我非得当演员。我不想待了，我买张机票就回去了。我不想当演员了，不投试镜就完了。何况就我现在的试镜频率2个多月都没试镜了，我当不当演员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我想起来30岁出头的时候对芭蕾比较上头，那时候1年花几万上芭蕾，天天往受伤了练，咋的还能当舞蹈家呀？后来身体不太好了，自媒体也忙起来了，慢慢就不跳了。我芭蕾卡过期之前还有50节课没消，所以我现在纠结演员这件事儿呢，说明我还有念想。我要哪天彻底不想了，也不用纠结了，也不需要现在做什么大决定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儿。